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古早热血格斗番《刃牙》。上回说到，江珠被永次郎抛弃后，把怒火倾泻到了儿子身上，失魂落魄的刃牙被花山捡回了家。刃牙很爱他的妈妈，但是江珠却只爱永次郎。花山触景生情，他的母亲得了癌症，常年卧床不起，30多岁，老得和90多一样。两人彻夜畅谈。第二天就是刃牙和永次郎的对战，江珠派人通知了柴可夫、安藤以及丛林打野兄弟团前来观战。刃牙还拜托了北泽，给他找了不少打架高手比划，可惜都还没上场就被花山扔飞了。这种弱鸡拿了练手都不够的好吗？说着花山就要上去和刃牙比划，半路柴可夫凑上来插队，花山对柴可夫的态度不知道为啥也好了不少。同时永次郎也不知道为啥找上了凯亚，两人一言不合也打了起来。此时的刃牙已经不是之前的刃牙了，柴可夫快到让人无法看清的出拳被刃牙完美闪躲，而令刃牙都没想到的是，柴可夫居然使出了踢击，刃牙重心不稳落地的同时，柴可夫的拳头已经落了下来。这一记重拳擦着刃牙的脸而过，或者说是刃牙在拳击袭来的瞬间扭转脑袋，缓冲掉了拳头的冲击力。刃牙绕到柴可夫身后抱摔，将人砸到了网上。随后就轮到花山了，花山一拳挥出，击碎了整片铁丝网。刃牙下意识的躲开了，但是其实这不是他的本意。花山的下一击，刃牙就真的打算硬扛，铁拳的威力把刃牙打得连连后退。花山拽住刃牙死命的锤，但刃牙非但没有害怕，反而露出了变态的笑容。他挥出一拳，居然打飞了比山还壮实的花山。见此，柴可夫也脱了衣服，加入到这场肉搏之中。三人从早打到晚，打了整整12个小时，终于到了决斗开始的时间。观众到齐之后，一辆直升机落了下来，首先下来的是被打得遍体鳞伤、俯首称臣的凯亚，随后永次郎和江珠相伴而来。但是比赛还没开始，地面突然剧烈震动了起来，居然在这个时候地震了。永次郎不慌不忙，朝着地下就是一拳，震动在这一拳之下戛然而止，他居然徒手逼停了地震。但是那又怎样？刃牙猛地扑上去，对着永次郎拳打脚踢，又是拳头又是膝踢，最后爬到永次郎的背上锁喉。永次郎纹丝不动，倒是观战的江珠惊呆了，因为现在刃牙和永次郎的背影就像是爸爸背着儿子一样。只可惜儿子现在心里想的是怎么搞死爸爸，但就算是这种完全无法挣脱的绞杀，都无法撼动永次郎分毫。他张开双手，咧嘴一笑，一个转身把刃牙扔了出去。刃牙在空中借力回旋，继续不断的对永次郎的脸施加暴力。花山看得出来，现在刃牙的力量是他的4倍以上。然而永次郎就像是无视他一样往前走了几步，任由刃牙像个猴子一样在他身边蹦跶。他现在非常的幸福，那个一直向往他的乳臭未干的小子，现在已经能毫无畏惧的向他发起挑战了，而且已经达到了近代格斗的一流水平。永次郎非常高兴，决定要吃掉刃牙作为开胃小菜。于是仅仅一脚，永次郎就将刃牙踹得差点当场去世。不过2秒，刃牙就恢复意识，后退防御。随后永次郎张开双臂朝刃牙砍来，刃牙闭上眼睛，在永次郎砍下的瞬间俯身回旋踢，没想到永次郎和刃牙做了同样的动作，一脚踹的刃牙倒地不起，彻底失去了意识。永次郎狂笑着，一拳又一拳的砸向刃牙的脸，他是真的想杀了刃牙。但是看着兴奋不已的爱人和奄奄一息的儿子，江珠的内心挣扎不已。突然他握紧拳头砸向永次郎，母爱最终还是战胜了他对永次郎的迷恋。江珠挺身挡在了儿子的面前，但是他的力量还是太微弱，2拳砸下去，自己的双手倒是先骨折。在被永次郎振聋双耳之后，江珠一把搂住永次郎，狠狠地对着脖子咬了上去。最后江珠死在了自己最爱的男人的怀抱里。不尽兴的永次郎干翻了周围一众围观群众，泱泱而去。濒死的江珠抱起刃牙，唱起了最后的摇篮曲。她或许不是一个好的母亲，但是为了儿子挺身对抗世界最强的暴力，她称得上是伟大的母亲。刃牙埋葬了母亲的戒指，告别立谷川，独自踏上了追求强大的道路。2年的时间过去，刃牙已经从精神小伙变成了长发美女。他来到为了挑战世界冠军迪克森来到，但是迪克森已经因为不断的较量重伤坐在轮椅上了。他告诉刃牙，想找人格斗就回日本，那里有一个地下格斗场，里面的选手都是从世界各地而来的强大格斗家。刃牙回到了日本，半夜打翻守卫，摸进了地下格斗场老板德川家的院子，遇到了德川亲卫队队长加纳的阻拦。加纳是地下格斗场的出来的前50名的正式格斗家，加纳完全不攻击，他模仿着刃牙的攻击姿势，随后防御的天衣无缝，只要做好完全的防御，什么攻击都能化解。说着，加纳对攻过来的刃牙挥出一拳，放在普通人身上应该当场昏迷的攻击，对刃牙来说只是被打了一拳而已。加纳边打边给刃牙介绍格斗场的规则，获得5次胜利的战士就能成为勇士，那是格斗的圣地。刃牙才不在乎什么圣地不圣地的，他只听说那里有着世界最强的人，那说不定他的父亲永次郎也在。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他都要进入格斗场，再和他老爸打一架，仅此而已。
已。但是目前最大的障碍就是面前的加纳，刃牙也没心思和加纳闹着玩了，一套连击直接把人牙都打掉了，轻松撂倒。刃牙求见了德川，在看到满院子守卫被打倒之后，也是吃了一惊，但是他早就知道了刃牙回来的消息，看到刃牙所展现出来的实力，非常满意，同意刃牙加入格斗场，让他先从轮流战打起。刃牙回国后，照常去祭拜了江珠。这2年，花山也时常去祭拜，他租了松本太太的房子住下。房东太太的先生原本也是地下格斗场的勇士，最后死在了格斗上。他们有一个女儿烧江，和刃牙是同班同学，对刃牙不断的锻炼自己非常好奇。刃牙已经开始在格斗场打比赛了，太太爱屋及乌，对刃牙也很关照。唯一的不好大概就是刃牙没钱交房租。不对呀，刃牙，你不是朱泽财团的小少爷吗？怎么穷的房租都交不起了？德川找到了神心会的会长余地独步，想让他儿子克嗣前往地下格斗场去和刃牙较量。聊到一半，4年前被除名的加藤突然踢馆，要独步给他找强大的对手。加藤称得上是神心会的最强学生，好巧不巧，加藤成功被德川看中，邀请前往地下格斗场。加藤离开神心会之后，就开始当起了保镖，现在是道上有名的空手道专家。但是在独步面前，他还是只有被虐的份儿。那个地下格斗场没有任何规则，杀人也不用被判刑，这一下就激起了加藤的兴奋。格斗场设立在东京巨蛋的地下，当初建造的时候，德川就和政府协商，在地下留出一个巨大空间。独步带着加藤前往地下参观，那是一座巨大的格斗场，这里的客人都是经过挑选的，所以普通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。而今天的战斗正是刃牙对战高某生，此时的他已经是格斗场最年轻的冠军了。但是高某生也不是普通人，他是德川从西班牙斗牛比赛里淘到的宝贝。比赛正式开始，2名选手都一动不动地对视着，双方释放出来的凶器就像是矛一样尖锐，最终还是刃牙先动的手。刃牙飞起一脚，被阿生迅速格挡，最后他以看不见的速度出脚，划伤了刃牙的耳朵。紧接着刃牙趁着攻击俯身，一拳正中阿生腹部，紧接着就是一套极其快速的连招，打得对方毫无还手之力。没想到阿生突然伸手扯断了刃牙右臂的神经，这就是阿生的绝招扭断，利用现代医学扯断对方神经，右臂动弹不得。刃牙反应不过来，很快就只有挨打的份儿，只要再一拳，战斗就会结束。但是刃牙在危急关头再次支棱了起来，一脚踹出，正中阿生。阿生的空手道流中最危险的一种，他小时候为了和哥哥一样厉害，拜入师傅门下，经历了无数刻苦的训练，最终大成。但是由于招式实在太危险，至今没有旗鼓相当的对手。刃牙的出现让阿生兴奋不已，阿生以手成爪，在刃牙身上留下3道深深的血痕，他的手就像是野兽的爪子一样锋利。刃牙不断的躲闪，如果被打中的话，估计5头都要断裂。通过德川的叙述，我们得知原来刃牙已经在竞技场待了3年了，一次都没有败绩，所以成了500之王。好家伙，你这5级不到过了5年，这合理吗？刃牙再次试探着朝阿生走去，他的出拳确实很快，但是招式非常单纯。和永次郎对战过后，其他人对于刃牙来说根本不够看的。刃牙很快就破解了阿生的攻击，仅靠一只胳膊将人逼退到墙角。但谁能想到阿生居然使诈，他假意攻击刃牙左边，实际上趁机扯断了刃牙右边眼睛的神经。无法掌握距离的刃牙被一顿痛揍，阿生兴奋的伸手去扯刃牙的左眼神经，但就在他已经把神经拉出来的时候，刃牙笑着一把抓住了阿生的手，可算让他逮着人了。只有在攻击的瞬间，阿生的拳头才会停止。刃牙趁机制住阿生，反败为胜，但阿生却并不肯认输，执意要刃牙废了他的手，不然他就咬舌自尽。刃牙没办法，只好把人打晕，结束战斗。随后刃牙的神经被医生粘了回去，他也和阿生成为了好朋友。随即刃牙在走廊上见到了一个神秘男人本部已藏。5年不见，石崔丹也来观看了刃牙的比赛，同时也给刃牙带来了一个消息，总有一日永次郎还会出现在他的面前。